对无神论者来说，死亡往往被理解为人生的终点线，意识在此熄灭，关系在此中断，既没有灵魂的延续，也不存在所谓彼岸的世界。一切经历、价值与记忆，最终都在这条线以前被画上一个彻底的句号。但在基督教神学体系中，耶稣再临时，即使我们已经离开人世，我们也将与我们心爱的人一起复活，并永远在一起。死亡不是一堵墙，而是一扇门。更准确地说，死亡不是句号，甚至不是感叹号，而仅仅是一个逗号。我们从3个层面来拆解基督教独有的死亡观和希望。我们的终局不是变成鬼魂，而是身体复活。现代人，甚至很多基督徒，常有一个误区，以为基督教的死后世界就是灵魂飘在云端弹竖琴。那是柏拉图的思想，不是圣经的应许。圣经真正的终极盼望是身体的复活和新天新地。无神论说，物质决定一切，人死如灯灭。其他宗教说，物质是幻想，死后灵魂失去自我，融入宇宙。基督教相信，上帝要更新这个物质世界。当耶稣再临时，发生的事情将是宇宙级别的大扫除和大重置。正如耶稣复活后拥有了可触摸、可吃鱼，却又不被死亡拘禁的荣耀身体，我们也将拥有这样的身体。这意味着，你将来在天堂拥抱你的亲人时，不是2个影子的交汇，而是真实的、温暖的，比现在更有质感的拥抱。C.S. Lewis 曾说，现在的我们才是影子，那个世界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实体。关于等待期，如果我们死在耶稣再临之前怎么办呢？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和保罗的教导，如果我们今生没有等到耶稣再临就先离世了，我们会经历一个中间状态。这个中间状态叫与主同在。保罗说，离开身体与主同在，好得无比。这是一种有意识的、安息的、极度喜乐的状态，并不是错过了复活。当耶稣再临的那一天，圣经明确说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也就是说，那些已经睡了的圣徒，包括我们的亲人，会先得到复活的身体，然后活着的人身体改变，大家一起在焕然一新的世界里重聚。所以，死亡只是暂时的睡了。给孩子的死亡教育，基督教如何化解恐惧？很多家长怕跟孩子谈死，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底。如果我也觉得死就是没了，我怎么安慰孩子？我只能撒谎。但基督徒可以给孩子最诚实且最温暖的死亡教育。这里有2个极其有力的譬喻，非常适合讲给孩子听。首先是种子与花朵的譬喻。无神论告诉孩子，人死像埋在土里的肉，烂了就没了。基督教告诉孩子，身体就像一粒种子，当你把种子埋进土里时，它看起来是死了、烂了。如果你不懂农业，你会觉得这是悲剧。但农夫知道，埋葬不是结束，而是为了长出更美的花朵。你可以对孩子说，现在的身体就像种子，我们会生病、会老、会痛。上帝把我们种下去，是为了让我们将来长成一棵永远不会枯干、极其美丽的大树。太婆婆不是消失了，她是被种下去了，等着春天发芽。第二是书的封面譬喻。你可以告诉孩子，你在地球上的一生，不管是80岁还是100岁，其实都还只是这本书的封面和序言。死亡并不是书被合上了，而是翻开了正文的第1章。那个故事才是真正的历险记，每一章都比前一章更精彩，而且永远不会读完。所以，为什么基督教的死亡观是合理的？如果人真的只是偶然进化的产物，只是会说话的高级猴子，那么我们不会对死感到焦虑。鱼从来不抱怨水湿，因为它就在水中。如果死亡是自然且终极的结局，人类理应像接受呼吸一样平静地接受彻底的消亡。但事实是，无论哪个文化、哪个时代，人类都对死亡感到愤怒、恐惧和悲伤。这种普遍的不甘心，恰恰证明了我们是被设计用来活在永恒里的。我们感到不对劲，是因为我们本就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的两栖动物。你可以放心地告诉自己，也告诉你的孩子，最好的事情还在后头。爱我们的人一个都不会少，我们在地上的爱，在天上会被无限放大，而不是被抹去。这就是基督教独一无二的死亡观。感谢观看。